10种一辈子吃不完的活口粮。你以为是养鸡，实则繁殖速度超乎想象。第一种根本不怕没有饲料，指数级的繁衍速度，极低的饲养成本，以及能够变废为宝的转化能力。真正的粮食安全，不是你囤了多少，而是你建立了一个怎样的无限续杯的生物系统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一辈子吃不完的活口粮，来一场生物黑客的生存课。第10名，鹌鹑。如果你觉得养鸡周期太长，5到6个月才下蛋，那鹌鹑就是你的救星。鹌鹑从出壳到下蛋，只需要短短的6周，约40天左右，这速度是鸡的4倍。一只雌鹌鹑每年能产300枚蛋，而且它们占地极小，一个阳台的笼子就能养几十只，每天1把饲料换回几10个蛋。这种投入产出比和周转速度是任何家禽都无法比拟的。第9名，罗非鱼。是水产界的小强，被誉为水下之鸡。在末日，如果你有一个鱼缸或水池，一定要养它。罗非鱼几乎什么都吃，藻类、剩饭，甚至其他动物的粪便。它们对水质要求极低，耐缺氧，极难养死。它们生长极快，几个月就能长到1斤。更可怕的是，它们的繁殖能力，只要水温合适，它们每个月都能产卵。一旦这一系统启动，你将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没鱼吃，而是鱼多到池子装不下。第8名，白玉蜗牛。法国的白玉蜗牛食物来源极其广泛，纸板、树叶甚至腐殖质都能转化成肉。它们不需要光照，非常适合在地下室或避难所养殖，而且它们是雌雄同体，一体受精。这意味着每一只蜗牛都能产卵，一只蜗牛1年可以产下1000多颗卵。虽然长得慢点，但胜在数量庞大且不争夺人类的口粮。第7名，家兔。兔子是草食动物，不与人争粮，你可以喂它们甘草、树皮。兔肉是极高蛋白质、极低胆固醇的健康肉类。兔子的怀孕期只有30天，一只母兔1年理论上可以生6到8窝，每窝6到10只。如果不加控制，一对兔子1年后可以变成数百只庞大的家族。在2战期间，兔子曾是许多欧洲家庭度过饥荒的功臣。第6名，面包虫。面包虫干净无味，只需要一点麦麸和烂菜叶就能活。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50%，而且富含微量元素。它们繁殖力极其惊人，在一个抽屉大小的盒子里，你可以养上万只。它们的生活周期短，从卵到成虫只需几个月。你可以把它们烘干磨成粉，混入面粉里做成高蛋白面包，或者直接喂给你的鸡和鱼，实现饲料自由。第5名，杜比亚蟑螂。相比普通蟑螂，中南美洲的杜比亚蟑螂不会飞，爬不了光滑墙壁，没有异味，肉质极其丰满，蛋白质含量爆表。它们吃一切厨余垃圾，只要温度适宜，它们就是永不停歇的蛋白质打印机。虽然直接吃对人类心理挑战巨大，但作为鸡、鱼、蛙的高级饲料，它们能极大地提升你整个养殖系统的效率。第4名，豚鼠。豚鼠不挑食，烂菜叶、野草什么都吃。最关键的是，它们极其安静。在末日环境下，这比会打鸣引来不速之客的鸡要安全得多。一对豚鼠1年可以产下10到15只后代。它们的肉质细嫩，蛋白质含量高，脂肪含量低，被称为安第斯山脉的牛肉。在狭小的室内空间就能高密度养殖，是完美的隐形肉库。第3名，浮萍。被誉为水上的绿色黄金。浮萍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，在理想条件下，它的生物量每24到48小时就能翻1倍。干浮萍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%，堪比大豆。它可以直接作为鸡、鸭、鱼的主食。如果你有一个池塘，只要种上一点浮萍，你就不再需要为饲料发愁了。它还能净化水质，吸收水中的氮磷。第2名，黑水虻幼虫。它们能以惊人的速度吃掉腐肉、粪便、发霉的食物等一切有机废弃物。在末日，这不仅解决了垃圾处理问题，还防止了瘟疫滋生。而且它们能将这些垃圾转化为42%的蛋白质和35%的脂肪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的幼虫是鸡、鱼、猪的顶级饲料。成虫不吃东西，不传播病菌。拥有黑水虻，你就拥有了一个将废物变回食物的完美闭环。第1名，蚯蚓。蚯蚓是最优质的动物蛋白，蛋白含量约60%。养鸡、养鸭、养鱼，只要有蚯蚓，它们就能长得飞快，而且不生病。它们吃进去的是烂菜叶、废纸板，
甚至动物粪便排出来的是蚯蚓粪，这是世界上最顶级、最全面的有机肥之一。有了它，你的蔬菜瓜果才能在末日里丰收。所以，你看懂了吗？建立一个以蚯蚓为核心，连接黑水虻处理垃圾、扶贫净化水质、家禽家畜提供肉蛋的循环系统，才是让你在末日里一辈子吃不完的终极答案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给自足的大门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